吴钊燮、林佳龙，昨天呢，《镜周刊》给他登了好几篇哦，到底为什么？这时候这里讲，《镜周刊》不会扯他们内部的这个后腿啊，但登这两个人不好哦，一篇接一篇，一篇接一篇，还举各种例子 ，case one、case two、case 3啊。然后呢，林佳龙今天说，我跟吴钊燮很好，我们哥俩好，我们是坐在一起，随时都在一起打仗哦，我们并没有恶斗哦，所以呢没有哦。那另外呢，这个林佳龙说，这个我们驻美代表暂不调整，总统支持的。最早好像各有一个人要推到美国去当驻美代表，所以现在干脆都不推了哦。反正呢，总统大概觉得好了，不要吵了，先摆着，还是于大雷继续干吧哦。所以呢，暂不调整哦，总统也支持了，不调整了哦。那另外呢，外交部说他们两个的斗争是不特定人士的不实放话，哪有这种事？那么哥俩好得很哦，哪有不和哦，没有不和。而且呢，外交部部长说我们好得很，国安会也吴钊燮这边也说我们是紧密合作、高效分工、协同作业，哪有不和啊？我告诉你，真的没有不和，就不必出来说不和了。反正出来说我们好得很啊，很团结啊，很合作啊，那就是中间有问题的啊。那另外呢，萧美琴到 IPAC 去演说哈，那林佳龙说呢，跟007剧情一样惊险，中间遭遇很多的阻力。我们看一下，我们是很熟识的朋友，一个简讯啊。都可以沟通啊，而且我们在群组啊，也几乎随时都一起在打仗。一封简讯沟通不是问题，有别于前一天被问到和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还是不是好朋友，外交部长林佳龙直接挑明两人关系不需担心。我跟吴钊燮秘书长很好，就私交啦。强调和国安会分工互动紧密，因为被爆出林佳龙和吴钊燮之间出现嫌隙，两人恶斗过招，像是国安会某些会议会跳过林佳龙，直接找外交部单位开会，外交部也会筛选给国安会的电报等等，再也要总统好好处理。外交部赶忙澄清的还有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受 IPAC 欧洲议会两位共同主席莱克斯曼和库塔具名邀请。出席在欧洲议会内举行的年会，并发表演讲，但却传出对方有收取台湾资助。他也是接受各界的募款，然后他的财务也公开，所以我想他跟各国，包括美国啦、欧洲，都有这些合作的关系。在56个小时从台湾到达欧洲议会，这充满了很多的挑战。那确实很多难关要克服，不会比这个我们看到的那个007的剧情应该像是一样的惊险啦。萧美琴这趟欧洲行过程不容易，林佳龙强调外交作为一撇传言，寄生龙和生蟹的余量情节。文轩。我觉得这个话题之所以会不是空穴来风的关系，也不能够怪大家去揣测哦，因为它是《镜周刊》的报道。那《镜周刊》的报道是经过认证的。那当初禁检这件事情，哇，它只要是《镜周刊》出来的内容，几乎跟整个检调的侦办进程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有关于柯文哲的事情啊，有关于这些所谓的大罢免期间的什么事情。所以呢，当《镜周刊》当初可以如此的掌握民进党内部的一些相关的风向的时候，当他这样报道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那一定是真的嘛啊。那事实上不只是这个《镜周刊》的报道，坦白讲，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听到一些民进党的朋友里面就已经不止一次在讲到，就直接跟我说，就是意思就是说，林佳龙跟吴钊燮之间事实上是有一些心结的。这心结其实最明显的那一次是从徐思检开始，就那个时候驻美代表明明做得好好的，至少没有听到赖清德有打算做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异动的时候，突然之间来一个徐思检，然后徐思检就是国安会的人马嘛，所以那个时候就讲到说，其实吴钊燮其实他自己最想自己当驻美代表，就吴钊燮自己很想要当驻美代表，他对这个国安会的秘书长未必有那么大的兴趣，而且他想要去掌握对美，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最厉害。总之，那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甚嚣尘上了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再加上最近林佳龙，其实不只是说传出来是不是跟吴钊燮不好，他甚至跟赖清德不太好，因为他直接的去挺林淡化。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叠加起来的。你说是不是有非常具体的证据，就说两个人哇怎么样吵翻？不知道。但是呢，类似这样的一些风声啦、谣言啦、耳语啦，就不断的在民进党内这样越来越大声。所以我觉得它反映出来的事实上是一件事情啦，就是说，其实民进党内在目前赖清德并非定于一尊。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这样的去解读它所以呢，某个程度来说，所以连这个外交人士，但是后来那个徐思检也没有成啊，因为美国不要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就是在民进党内部部分的话，有一些权力的争斗，不管是在部会的首长当中的一些表现，或者是在那选举期间的派系的恩怨。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对美事实上确实目前没有太多的斩获。就大家记不记得先前还在讲到说呢，萧美琴看起来跟美国关系很好，但是他只做民主党的关系。
所以我们跟共和党我们不得其门而入，也有这种说法。那么所以这个部分，所以反映出来吴钊燮跟这个林佳龙内斗，到底这个内斗重不重要？我想重要的地方在于说，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对美事实上没有着力点，所以也因此才会把这段时间着力点放到欧洲去。我觉得人家必须要放的一个整个大的棋盘来看，你才会看得出来。而且某个程度来说，我们刚刚看到《经济学人》杂志已经在看2026年的展望了，你就发现啊。那么快，19年过去了。今年如果你要真去形容是一个什么年，那基本上就是川普翻云覆雨、横行霸道的一年嘛。所以呢，这样的状况看起来，过去这一年，我们刚刚在讲到说台湾的这个对美谈判，坦白讲，我觉得最严肃的事情在于说，你说插临门一脚，我告诉你，现在临门一脚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搞不好整个关税呢被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翻盘了都不一定。所以你翻盘，如果真翻盘了，那么你现在好不容易要谈还没谈到的东西，未来要怎么谈？他会不会动用232条款？他会不会动用301条款？那如果他整个的对等关税抹杀了，重新通通再来一次，那再来一次的话，用的法条更多的是属于国家安全层次的。那这个国家安全层次更跟我们的半导体有关。所以对台湾来说的话，如果说台积电投资了1650亿美金，还不够，还要额外去弄3000亿，我觉得很重要，是包在里面还是额外？如果再额外，那你开玩笑，民间又捐出了那么多钱，政府又捐出了那么多钱，这个什么国安的什么国防预算又要再增加那么多钱 ，GDP 的我们的整个几乎是年度预算的1/2。我的意思是说，美国对台湾的一些勒索也好、要挟也好，已经远远不是我们的对美关系说我们跟他很好可以去解决的，没有任何一丝的缓解。所以我的意思说，回过头来讲这个吴钊燮跟林佳龙的恶斗，或者是说有没有在争斗，我觉得这不重要。就到底你们的对外关系，我们的对美谈判，我们的外交部门，我们的财经部门到底使上了什么力？最近我还看到他们在传说郑丽君要去选台北市长。我想说，你连一个关税谈判都谈不好，你干嘛去谈这个东西？你选什么台北市长？那大家还说哦，台北市长他一定会这个赢过蒋万安。我就回过头来看，1年就要过去了。民进党到底在过去这1年当中，不管对内在大罢免完了以后，你是不是重新整顿你自己的内部，你的这个脚步，然后重新专注在你的政绩、你的政务，然后对外你到底跟川普的关系如何？你对欧洲，你说欧洲他去了欧洲议会大楼里面的一个小会议厅。是突破，但没有到那么大的突破。你这样的敲锣打鼓，然后呢，你只能凸显出来我们非常的自卑嘛，我们非常的心虚嘛，不是吗？那这是我们要的政府吗？就郑丽君去，大家都很高兴，没有人反对他去。当然我们知道是不容易的，但是有那样值得大内宣吗？搞到好像一副哇这么多么大的突破，好像有讲过头了吧？来，美玲。这个我看到之前就说吴钊燮啊，说跳过那个林佳龙去指挥那个外交部啊。我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解读哦。这个林佳龙是菜鸟部长没有错，但吴钊燮有做得很好吗？他好像我们都记得这个叫做断交部长嘛哦，所以他到底在争什么？那他要跳过这个林佳龙，要去展现什么？但他们两个的这个恶斗这件事情哦，让我看到就是过去哦，这个我们都知道民进党就是派系斗争很厉害，是不是斗习惯了？就这种斗来斗去哦，斗成一个习惯以后啊，就忘了今天是在这个外交，是在这个国际的舞台上面，那把这个家丑也外扬，把这个斗争也台面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了啊。所以不管是刚才这个蓝轩讲的说这个我们驻美代表的部分，或者是大家应该还记得，就关于这个赵义祥访美有没有？就是也是跳过这个这个代表处，然后呢，这个林佳龙恐怕也是透过这个日媒才知道的。那当然火大，当然很生气嘛。所以一件又一件，一桩又一桩，其实可能让他们这个恶斗恐怕连赖清德都没有办法去解决了哈。但是呢，我们要讲说，你们俩恶斗是你们俩恶斗的事情。可是今天呢，这个时间点正好是我们台美这个关税谈判，还有这个美中跟台之间很多的关系在角力，其实非常关键的时刻啦。不管我们的国安也好，我们的外交也好，其实都是相对非常重要的时候。那你们两个在干嘛？你们两个在恶斗，在斗什么？在斗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吗？还是在做个人的利益呢？还是在斗什么？看不出来。就说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其实民进党许多的人从来没有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只是把自己的政治球都往前看哦。那我们又在讲哦，刚刚有提到嘛，其实赖清德啊，其实在这个上任到现在，其实一直想要去就是过境这个美国本土，但不得其门而入哦。其实如果要跟这
这个蔡英文去比较的话，蔡英文当时的成绩恐怕还比他更好一些些啊。所以呢，这个赖清德还敢讲说，这个现在此时此刻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刻，实在不知道从哪里看得出来的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现在两大系统都在斗，然后赖清德自己呢又没有什么着力点，也没有什么表现，所以现在好像都必须靠萧美琴啦，靠蔡英文啦，然后来去这个欧洲啦走走啊，这个发表一下谈话，来去做一点掩饰，还是他可以来救赖清德？那我想这样的恶斗对台湾都是不好的。以前蓝营的人很怕恶斗，只要稍微里面有一点就哎呀内斗哈。但是我看现在民进党斗得这么凶，我看民进党的支持民进党难道可以容忍这样的现象吗？我认为慢慢大概也不会了，因为已经拿到政权，你还斗什么呢？江龙，其实吴钊燮当外长任内，我们断交6个。林佳龙当外长任内，赖清德到现在寸步难行。就是这2个当外长的，纯粹从外交的成绩单，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争的。就是当你担任外长到现在，你的总统完全没有办法呢，在美国有任何的过境，现在还得要呢透过葛莱伊再出来放话，葛莱伊纯粹就只是助攻而已啦，我估计一点可能性都没有。那今天要看谁驻美代表真的这么重要吗？还是纯粹就是有人喜欢驻美代表那个位置，还有双重含义。我们看重的是它的重要性。可能要知道，有许多争取驻美代表的，就是我就喜欢那个位置，舒服。他们家就是舒服，钱又多，在那个环境里面呢，我也自在。离开呢台湾这乌烟瘴气的环境，到底是哪一个？那赖清德可能要盘算一下，现在驻美代表真的这么重要吗？当然于大雷可能会觉得很委屈，好像谁都可以来接我一样。那我在那边干嘛呢？可是今天我觉得要看谁去当驻美代表，不妨倒过来看。我说古立言 AIT 的驻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还没有换呢。古立言是拜登任命的，川普到现在上就任快1年，古立言都没有动。古立言没有动，就是告诉你，台湾的外交从美国现在的政府的角度来讲不重要，就是谁来都无所谓。重要早就动了啦。对，就是古立言跟我们都以为很重要，那是从我们的视角。但是我是当古立言还坐在这位上，就是不重要。第二个，从古立言的眼睛看出去的时候，民进党不重要。古立言昨天干嘛？当他一开始呢，本来希望呢郑丽文呢到 AIT 跟他见面，郑丽文说呢暂时没有空。他昨天呢到中央党部去见郑丽文干嘛？就很简单，就是接下去跟美国利益有关的事情是掐在野党的手里面。你的接下去的国防预算，不管3.5%，2030年要到5%，你所有跟美国想要从中国里面挖到的钱。我说实在，如果没有在野党在国会里面同意，你1毛都拿不到。眼前民进党是愿意编呐，民进党编无非就是要讨好美国，你让我怎么样，让我怎么样，让我过境，给我风光，但是这些都是要经过立法院，在野党在立法院里面居多数，大罢免你都已经输了，你还能怎么样？古立言只要看到大罢免的结果是32-0。看到呢，接下去呢，所有的预算，我不再只跟行政部门打交道，最重要是在国会里面的就是蓝白同不同意？蓝白不同意，赖清德同意也没有用，因为这都是钱。好，再来呢，就是刚刚讲到说呢，像是 IPAC， 你再从 IPAC 你再倒过来看，我们比较容易去看懂，就是说今天台美关系的本质。IPAC 呢，2021年成立的时候，在当时呢，主动的在推 IPAC 的是 Rubio 呢，在当时是美国的参议员，美国极右翼的参议员，就是今天呢，台湾呢沾自喜呢，去帮萧美琴化妆的这个 IPAC。Rubio 现在就当国务卿了。你看到这整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Rubio 根本就把这件事情忘了，根本就不在乎这件事情。第一届的 IPAC 在哪里办？在美国办。你只要看看在下一次 IPAC 还有没有机会在美国办，就晓得。我估计已经不会有机会。美国现在的从川普以降，我说他28个阁员加上总统、副总统，没有一个来过台湾的。川普上来了之后，连参众议员几乎都不太来了。就是台美关系现在冷得不得了。
那你现在看到的 IPAC， 大家觉得萧美琴呢到了欧洲议会租了个房子，你在租房子的地方呢，你办 party，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它都不代表房东。这个大家呢都知道，只在乎你有没有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可是 IPAC 今年的钱不是美国出的，在过去 IPAC 办活动的钱，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会在美国办 ？IPAC 是当时拜登政府 Rubio 他们成立的时候，那些钱呢是美国民主基金会给的。今年萧美琴的办活动，所有的钱都是台湾的民主基金会给的。台湾的民主基金会，你就看懂了为什么当初无论如何都要呢挡下韩国瑜，不让韩国瑜去当董事长。到现在为止呢，所有的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还是不让在野党碰，把外交当作是个人的痉挛。但是这个痉挛呢，其实就只是一个小舞台，你走不出去。因此，你们两个人在那边争，只能够看得出来，台湾的外交真没救。就韩国瑜虽然是那个民主基金会的他们算董事长，但是那个执行长、秘书长一直自己任命不了。休息再回来。最近大陆的地方发动很多事情。福建泉州的公安发布悬赏通告，抓谁呢？巴炯跟闽南郎，他们犯罪那这个最多给到台币超过将近100万最少是5万人民币，最多20万人民币就最多到100几万100万了，悬赏100万那巴炯说我也变成沈伯洋了因为沈伯洋也现在被通缉嘛那另外呢，但是呢，虽然悬赏巴炯跟闽南郎，但是对他们的员工没有悬赏，没有处分。大陆的媒体是说，给他们机会改过自新，不要选你们老板巴炯跟九南郎那陆委会说呢，他们在悬赏，如果我们的台湾人配合提供线索，可能处罚你什么意思害自己人那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做一个调查，就是统独了，他长期做统独了那就是说，你赞成台湾独立的加起来原来是51.8%，变成40.3%，你要维持现状的原来是24.2%，变成24.6%，然后两岸统一的13.3%变13.9%，这个其实没有太大变动了，但是这个少了差不多将近6.5%，将近7%那他问题是这样的他是说你赞成坚持台湾要独立的23.1%，这都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了然后呢，赞成但不坚持，赞成不坚持就是说，如果你不打都没事，你就让我顺顺利利的读了好吧这个有21%，但这不是坚定支持的，坚持说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要台湾独立然后呢，维持现状的24.6%，其实我认为赞成但不坚持，其实也在这维持现状里面的，就现在也不错嘛那另外呢，这个赞成但是不坚持两岸统一10.8%也在这里面，就是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维持现状最多，然后呢坚持两岸统一3.1%并不多，说我非要统一不可其实不多了那另外呢，这个说那同意不同意赖清德说的没有台湾就没有中华民国赖清德说同意48.3%，不同意38.6%。那韩国瑜说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台湾，同不同意？同意50.6%，不同意35.9%。其实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但现在大家有的时候常常这个认为，有的时候讲我中华民国有讲台湾嘛，对不对？你拿护照说你哪有国籍 ？Republic China。Where do you come from？ 是哪里 ？Where are you from？ 台湾。就是没有什么一定要这样去强制去分所以呢，你同不同意？同意不？但是呢，韩国瑜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台湾，比没有台湾就没有中华民国多了2.3%，2.3%事实上也是如果当时这个国民党不迁到台湾来，台湾可能已经被老共拿去了，那也就没有什么中华民国了，台湾也还是有台湾，但是国家已经改变了就变成这样子。我们看一下。网红巴炯和闽南郎两人的照片被贴在公告最上方，下面还有身份证字号。这是中国大陆13号发布的悬赏通告。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伟大的政府从不畏惧战场，喊了70几年，求求你快点打。
巴炯和闽南郎经营 YT 频道，常常评论中国大陆政治时事，还有台湾的国际关系。结果13号，福建泉州公安发布2人的悬赏通告，内容提到长期在境外社交平台大量传播反中、抗中等煽动分裂国家言论，充当台独打手帮凶，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还提到，对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他们的有功人员，视情况给予5万至25万元人民币奖励，相当于21万8千元至109万新台币。不过2人12号才刚发布最新影片，目前针对公安的悬赏通告暂无回应。任何配合中共的跨境镇压的境内协力者，都要负上法律的责任。如果有协助对岸来进行对我国人民的不法的侵害，那么一定会依法对于境内的协力者进行追诉。立委邱意莹13号也发文呼吁共同声援沈伯洋，捍卫台湾民主与自由。但现在名单再加2，未来是否再增加，恐怕很难讲。不是就直接飞到美国去。好，那么现在呢，巴炯什么闽南郎，谁立刻出来呼应叫好？你们知道吗？雅雅，雅雅记得吗？哦，对，那个陆配被赶出去，因为当时巴炯闽南还组这个欢送队，欢送他们，所以呢，雅雅说太好了，应该把他们都抓起来，而且呢，应该扩大悬赏啊，等等啊，所以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了哈。我要讲一下这个昨天那个赖清德叫韩国瑜啊，说什么要支持什么替沈伯洋讲话，立法院长替立法委员讲话，天经地义。这天经地义，就像说当时在台大，如果警察进台大校园，不管你就主张什么，台大校园一定要维护台大校园的这个，警察不能随便进来。但是赖清德忘了，沈伯洋是中华民国国民你是个总统，你有保护国民的义务，不是吗？韩国瑜能做什么？他们这些立法委员讲实话，嘴巴叫能做什么？还有多少权力？党政军特通通在你执政党手里，立法院长能做什么？他命得了警察吗？他命得了外管吗？他通通命不了啊！照理讲，你赖清德现在该做的就是赶快把驻台的这个代表，不管有邦交没有，都找来说：今天老共发布这个通缉，在全世界，你们要回去讲，不能抓沈伯洋，沈伯洋不管哪里都不能抓，不管今天在德国，明天在美国都不能。你赖清德是有这个能力的甚至你训令你驻外的这些代表，在国告诉他们，不可以抓沈伯洋，告诉你的刑事局。你的这个警政署，他们的什么国际刑警啊，他们都有联络不可以抓，这是你该做的沈伯洋他固然是立委，他更是一个中华民国国民你政府不应该保护你的国民吗？你去推给韩国瑜，你是吃韩国瑜豆腐，我觉得就是吃豆腐了你要讲话，这是你该做的事情了，而且你有这个义务要做这个事情。再看看今天大陆的监狱关了多少台商，你们知道吗？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关心过嘛。台商一年帮你赚1-2千亿美金，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可能因为什么税啊各种的，我就认识好几个就关在里面，关了很多年了，谁关心过他们？有人关心过他们吗？你政府照理讲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啊？有没有冤枉啊？要不要帮他们讲话你们做的这事吗？这些也都是我们的国民你中华民国总统，你不是只是绿营的总统，你是所有人的总统，不管谁，你都是总统。你保护每个国民是你的责任，保护每个公民是你的责任，不是这样子吗？来，这个曾宇。其实我非常认同赵大哥特别说的因为其实赖清德你是作为3军统帅，你不要忘记了你的义务是什么两岸外交国防，这是你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国内的大罢免，甚至是内政的干预。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要把自己的位置先导正那当然，我必须说，就是作为各个政党都应该要声援沈伯洋，甚至是任何一个被中国大陆单方面通缉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国人，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齐声谴责。那但是我觉得今天的问题是在于说。上一节我们有特别聊到的，不管今天是林佳龙也好，吴钊燮也好，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应该是息息相关的。就像刚刚赵大哥特别讲到了，我们到国安有没有去谈一谈？我们的国人受到了这样子的压迫，你们做了什么？好，同时外交部，我们在外交之前每一个不同的声援的管道在哪里？我们不是常常一直以来，民进党已经执政将近快要10年的时间了，我们不是很喜欢外销转内销吗？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没有齐声的来去呼应？我们现在中华民国台湾的国人受到这样子的打压，这时候居然全面晋升，这才是让人家非常担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还是要必须说，两岸事务真的不是喊喊抗中保台就
这样子而已。还有同时间，我必须要在这边呼应一下哦，不管今天是韩国瑜院长，甚至是中央部会任何官员，不要再拿说几只脚跟几盘菜了，这不是国人要看到的，而是我们要去看到的。现在民进党政府曾经过去已经处罚过主张统一的那个陆配，已经处罚他让他回去了。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如何保护的我们中华民国国人？不管今天是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党派，这个时候赖清德你并没有拿出你的三军统帅、中华民国台湾的领导人的高度，你反而是把你的职责推到了立法院院长的身上。这个时候就不禁让人家怀疑，请问一下，你的抗中保台是不是说说而已？休息一下再回来。